变天了。就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，委内瑞拉政局发生了震撼全球的巨变。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美军发动闪电般的突袭行动，首都加拉加斯上空出现了美军战机的轰鸣声。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空袭打击后，美国特种部队直捣黄龙，冲入总统府米拉弗洛雷斯宫，一举生擒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·马杜洛及其夫人。这位自诩反美斗士的左翼总统，如今双眼被黑布蒙上，双手被反绑，狼狈地被美军押上直升机带离国境。消息传出，全世界一片哗然，委内瑞拉人民涌上街头欢呼。美洲大陆局势风云突变，华盛顿白宫临时记者会上人声鼎沸，北京与莫斯科的高层则陷入错愕与震怒之中。人们不禁要问，美国为何在此时对委内瑞拉痛下杀手？川普为什么执意推翻这个美洲的亲中政权？这一击又将对中俄两国以及全球局势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？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变对许多人来说仿佛是电影情节。然而翻开过去几年的剧本，委内瑞拉马杜洛政权的崩解其实早有征兆。尼古拉斯·马杜洛曾是已故总统乌戈查维兹的接班人，执政以来一贯走反美的民粹主义路线，高举21世纪社会主义旗帜。在他眼中，美国是处心积虑搞垮委内瑞拉的帝国主义黑手，相反，中国与俄罗斯则被他视为可靠的伙伴，多次赞扬北京与莫斯科对伪国的经济和外交支持。事实上，马杜洛执政期间，委内瑞拉和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，北京对这个拉丁美洲产油国可谓倾注了巨大资源。自西元2007年以来，中国透过石油换贷款模式，累计向委内瑞拉提供了约600亿美元的贷款，用于能源开发、基础建设等领域。作为回报，委内瑞拉以折扣价稳定供应石油和矿产给中国。要知道，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，超过3000亿桶，近年产量虽因内乱而下滑，却仍是战略能源宝库。对中国而言，这里既是重要的石油供应地，也是彰显其影响力的朋友圈。截至2025年底，委内瑞拉每日对华原油出口量创下新高，超过60万桶之巨，几乎占其总产量的大部分。中国已成为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买家，同时也是委国最大的债权国和投资来源之一。北京在当地的企业从能源、电信到基础建设遍地开花，中资石油公司参与了油田开发，中国通信企业协助建立 4G 网络和监控系统，甚至修建了直达伟国的远洋航线。可以说，马杜洛治下的委内瑞拉已是与中国利益深度绑定的盟友关系。除了中国，俄罗斯同样是马杜洛政权的坚定后盾。莫斯科常年向加拉加斯提供军事装备与顾问支持，俄制战机、坦克、防空系统源源不绝地输入委内瑞拉。俄罗斯的佣兵和安全顾问亦低调现身，协助训练伪国军队。北京和莫斯科在拉美共同撑起了马杜洛。对他们而言，这个反美的左翼政权是美国后院中的一枚重要棋子，既可牵制美国势力南下，也是中俄拓展全球南方影响力的支点。特别是在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和普京构想的多极世界中，委内瑞拉这样的伙伴弥足珍贵。马杜洛深知自身的底气何在，他多次在国际场合高调感谢中俄的帮助，强调真正关心委内瑞拉人民的是北京和莫斯科，而不是华盛顿。就在此次突袭发生前不久，他还亲自接待了中国派出的高级特使、习近平主席的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。在总统府镜头前，马杜洛满面笑容地与这位中国使节握手寒暄，称赞中委两国情谊坚若磐石，宣布双方将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。他甚至兴奋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炫耀，刚刚与习近平主席的特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会晤，我们重申了对多极世界的共同承诺。然而谁能料到，就在几个小时之后，这位自信满满的总统便从权力高峰轰然坠落，成为刀下之鱼。马杜洛可能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与中国特使把酒言欢的画面还历历在目，转眼自己却沦为美军的俘虏，这无异于给了北京当头一棒，也让莫斯科目瞪口呆。这场看似突然的闪击，实则是川普政府经过一系列部署后的致命一拳。早在重返白宫之前，川普就对委内瑞拉磨刀霍霍。回顾他第一任期末，西元2020年左右，
川普政府曾高调承认反对派领袖胡安·瓜伊多为临时总统，试图以外交与经济手段逼迫马杜罗下台。然而马杜罗倚仗中俄撑腰，顶住了压力。川普当时虽然扬言一切选项都在台面上，却没有真正动武。时间来到2025年，川普在美国大选中卷土重来，重新入主白宫。有了第二任期的他，明显更加大刀阔斧，在国际舞台上强势回归。对内，他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；对外，他瞄准的目标之一就是清除中俄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埋下的钉子户，而马杜罗正是最显眼的一枚。川普素以敢言敢行著称，此次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更展现出他说到做到的一面。自2025年年中开始，美军就在加勒比海和邻近海域增加部署，针对委内瑞拉的海空封锁逐步成型。美国海军舰队在委内瑞拉沿海巡弋，拦截可疑船只。美国空军的侦察机与预警机日夜在委内瑞拉周边天空绕行。川普政府一方面以制裁和外交孤立手段施压，一方面透过社交媒体和演说不断警告马杜罗政权，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，否则后果自负。马杜罗则强作镇定，频频在电视上亮相，谴责美国的极限施压是帝国主义的把戏，声称委内瑞拉绝不屈服。在双方这样剑拔弩张的态势下，不少国际观察家将其比作一场现代版的古巴飞弹危机。全世界都在关注川普究竟是虚张声势，还是认真摆出武力选项。许多亲中或反美的评论人士坚信川普不敢真的开战，他们搬出各种理由，美国不会为了委内瑞拉卷入另一场泥沼战争。委内瑞拉国土接近90万平方公里，地形复杂，不是说打就打的，何况美国经济状况欠佳，川普还面临国内一堆问题以及2026年期中选举压力。在他们看来，川普虚张声势的成分居多，他顶多是以施压换取让步，不太可能冒险动武。台湾有些亲中名嘴甚至铁口直断地预测，美国绝对不敢打委内瑞拉。对此，美国保守派阵营则不以为然，他们强调川普一向特立独行，喜欢出其不意，而且这次行动的正当性十足。马杜罗不仅是暴君，还早被美国司法部以毒枭头目的罪名起诉通缉。2020年，美国就曾悬赏悬红抓捕马杜罗，指控他参与贩毒和支持恐怖组织。如今川普决心已下，美军只待一声令下，就可将这个在美国眼中危害西半球安全的祸根拔除。果不其然，川普最终选择以雷霆万钧之势解决问题。西元2026年1月初，在连续多日的紧张对峙后，美方突然透过外交管道向全球发布禁航警告，宣布即将在委内瑞拉上空进行联合演习，要求各国航空器避开相关空域。一时间风声鹤唳，马杜罗政权仍嘴硬，称这是美方的心理战。然而短短数小时后，真枪实弹的打击便落在了加拉加斯。半夜时分，守卫松懈之际，美军多架隐形战机快速突入委内瑞拉领空，精准摧毁了首都周边的防空雷达和通信中枢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已搭乘夜鹰直升机秘密降落在加拉加斯近郊，一队海豹突击队员身着夜视装备，在当地反抗军内应引导下，沿着秘密路线高速逼近总统府。据传当时总统府内一片静悄悄，许多卫兵对外界的攻击毫无察觉，他们没想到美军真的说来就来，更没想到自己的防线会如此不堪一击。直到枪声响起时，马杜罗还在府内和几名心腹讨论对策。他或许猜到美国可能空袭，但无论如何想不到美军特种兵竟然大胆渗透到了他的眼皮底下。根据后来曝光的行动细节，美军突击队利用红外热成像定位，很快清除了总统府周围的几处岗哨，随即炸开一道侧门冲入建筑内部。由于事发突然，加上先前的空袭干扰了守军联络，多数卫兵还没来得及组织有效抵抗，就已四散溃逃。马杜罗闻讯脸色大变，保镖们慌忙护卫他，试图撤往地下室避难，但为时已晚。突击队员以战术爆破突破总统办公室大门，荷枪实弹地闯入，在一阵剧烈的拉锯后将马杜罗制服在地。他的夫人西利亚·弗洛雷斯也一并被控制住。这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夫妻就这样被五花大绑押出府邸，
塞上一架等候在草坪上的美军直升机。行动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区20分钟，干净利落的如同瓮中捉鳖。黎明时分，当委内瑞拉高层官员们惊恐地发现联系不上总统时，马杜洛早已被美军带上了飞往美国本土的军机。一代强人如同传说中张飞轻取上将首级那般，顷刻间成了俘虏，任人摆布。川普随即在社群媒体 X 推特改名后的平台上发布震撼消息：重大胜利，美军已成功拘捕独裁者马杜洛及其妻，目前他们正被安全押送途中，正义必将伸张。几小时后，川普在白宫露面发表全国讲话，语气强硬地宣布，美国将联合其他民主国家和委内瑞拉爱国人士，一同暂时管理委内瑞拉，直到这个国家重回正轨为止。他还透露，委内瑞拉原副总统罗德里奎斯已向临时政府宣誓效忠，新政府将着手重建秩序。川普的讲话中，字里行间充满一种凯旋般的自信，他盛赞美军的精确行动，堪称经典，强调此次突袭并非侵略，而是一次针对犯罪独裁者的执法行动。引用他本人的话说，就是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正义执行。消息传出后，美国国内舆论一片欢腾，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内部分裂与国际形象受损，不少美国人从这次行动中重新找回了超级大国的自信。媒体纷纷以正义终于来临等标题报道，美国国会两党多数议员也对行动表示支持，尤其佛罗里达州等地的拉美侨民社区汇聚了大量委内瑞拉、古巴移民，更是举行了庆祝游行，感谢川普政府替委内瑞拉人民拔除了毒瘤。有人在迈阿密街头挥舞美国和委内瑞拉双旗，高喊自由的画面登上了国际新闻。当然，也有部分美国政界人士提出疑虑，担心美军卷入委内瑞拉可能有后续风险，或质疑川普未经国会授权动武的合法性。然而，川普当局强调，此次行动快速果断，非入侵，无需国会批准，因为美军并未占领委内瑞拉全境，只是执行了一项针对特定目标的抓捕行动。更何况，马杜洛本就是被美国法院起诉的要犯，在法律上有充足依据对其缉拿归案。川普显然笃定民意会站在成功者一边。事实上，在看到马杜洛夫妇被押解上美军运输机的电视画面时，即便是一些平日对川普持批评态度的美国民众，此刻也难掩内心的振奋，纷纷认同这是一场干净、利落且正义的行动。与华盛顿的欢欣鼓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和莫斯科的震惊与愤懑。对中国而言，马杜洛的倒台不仅意味着一个友好政权的垮塌，更像是自己脸上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习近平原本苦心经营着一张全球朋友圈，近年透过高峰会与战狼外交拉拢多国政要，试图构筑一个和美国抗衡的国际阵营，其中委内瑞拉无疑是这张网中的重要一环。然而如今这张网被川普撕开了一个大洞，习近平能不震怒吗？突袭发生后的第二天，中国外交部火速发表声明，强烈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，指责这是典型的霸权行径和对国家主权的粗暴践踏。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外宾时也忍不住敲打美国，放话说，我们从不相信有哪个国家可以充当世界警察或世界法官。他强调各国主权应得到尊重，明指美国不应随意干涉别国内政。言辞之中掩藏不住北京方面的愤怒和受挫感。毕竟就在马杜洛出事的前一夜，中国特使还在加拉加斯与他有说有笑地谈合作。那时北京或许暗自庆幸，在拉美这局棋上，中国依然握有强力筹码，马杜洛政权稳如泰山，足可牵制美国。然而川普用行动无情打碎了这份自信。更令北京尴尬的是，马杜洛政府垮台后，新上台的临时当局立即释放出明确信号，表示将重新审视前政权与中国签订的大型协议，包括那些庞大的石油贷款和基建合同。换言之，北京先前投注在委内瑞拉的上百亿美元资金，如今可能面临打水漂的风险。多年苦心经营的油田开发和市场，也许转眼就被美欧企业瓜分。而中国在委内瑞拉的侨民和工程项目，也不得不担忧自身安全。
在这场变局面前，北京可谓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如果坐视不理，其他仰仗中国的盟友会不会人心思变？可要强硬介入。美国明摆着在示威，难道中国真有意愿，也有能力跑到美国后院去翻盘吗？无奈之下，中国官方除了口头抗议和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谴责美国，但因美国否决而作罢之外，似乎并无更实质的反制措施。这种有力使不出的愤懑，正体现了北京在此次事件中所受的掣肘。有意思的是，中国民间舆论对此事的反应呈现两极化。一方面，不少中国网友为马杜罗叫屈，痛斥美国只会仗势欺人，搞颜色革命加政权更迭，担忧下一个会不会轮到别的国家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也有许多中国网民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兴奋，他们热烈讨论着美军神兵天降活捉总统的戏剧性场面，直呼活久见。更有不少人在微博上将美国此次行动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，认为这为中国处理台湾提供了某种范本。有人评论道，美国说抓人就抓人，真不讲武德。但这也提醒我们，如果有一天要解决台湾，美军敢这样干，我们也可以学着点，必要时来个雷霆行动。这些言论虽未必代表主流，但折射出部分民族主义者矛盾的心态。一方面痛恨美国的横行，另一方面又暗暗羡慕那种迅猛果决的拳头。然而，无论中国网民如何嘴硬或嘴炫，马杜罗的垮台无疑让北京高层担忧，自己多年拉拢的所谓南南联盟正在被美国各个击破。如果说前阵子中国刚促成沙乌地与伊朗和解，试图展现外交影响力，那么川普如今在委内瑞拉搞出的这一幕，无疑削弱了中国作为靠谱朋友的形象。一名知情的中国官员私下坦言，这对中国是沉重一击。我们本想展现对委内瑞拉的可靠支持，但现在看来，我们也保不住朋友。这番无奈的表述道出了北京此刻的挫败感。至于普京，他的震惊与恼火不亚于习近平。对莫斯科来说，华盛顿竟敢在距离美国本土数千公里之外的拉美地区直接动武抓人，仿佛又回到了苏联解体后美国独霸一时的90年代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立刻谴责美国的行动非法且危险，强调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。外长拉夫罗夫更在记者会上怒斥美国，此举是在挑衅全球稳定，强权政治的幽灵又回来了。可以想见，普京心中的愤懑除了义愤，还有深深的危机感。过去这些年，俄罗斯一直致力于与拉美左翼国家发展关系，委内瑞拉更是重中之重。莫斯科不仅将其视为地缘政治跳板，还借由向委内瑞拉出售军火来拓展军事影响，同时获取珍贵的能源投资机会。然而现在，美军几乎兵不血刃就拔除了这颗钉子，俄罗斯多年苦心布局瞬间化为乌有。对内宣传中一向嘲笑美国衰落的俄美，此刻也不得不感慨美军行动之凌厉。更让普京心里不是滋味的是，这场突袭恰发生于俄乌战争仍在焦着之际。俄罗斯目前精力大半被拖在欧洲战场，自顾不暇，美国却能同时在远隔重洋的地方搞出大动作。这种强烈的反差无疑刺痛了莫斯科。有人担心华盛顿在拉美的胜利会助长其在其他地区的冒险念头。虽然短期内美军不至于对俄罗斯直接怎样，但在中东或东欧，美国可能变本加厉地对俄盟友施压，甚至动武。外界已在揣测美国会否进一步对伊朗、叙利亚等采取行动。普京眼下能做的不多，只能加紧巩固自身盟友圈，同时对西方亮剑示警。在委内瑞拉事件发生后，俄罗斯随即宣布在加里宁格勒部署高超音速导弹，并声称要在某些地缘热点提升战备等，种种动作被视为对美国的警告信号。国际上，一股新的紧张对抗气氛正在蔓延，一场大国博弈的多米诺骨牌或已被推倒了第一章。这次美军突袭委内瑞拉，对于那些长期唱衰美国、崇拜中俄的舆论人士而言，不啻是当头棒喝。在台湾、香港，甚至中国大陆的网络空间，过去一段时间流行着一套东升西降的论调，宣称中国崛起，美国衰落，华府对盟友靠不住，美国人只会嘴上说保护，真出事一定逃跑等等。
许多亲中媒体人时常拿台湾问题做文章，渲染美国终将背弃台湾。然而马杜洛之役的结果让这些预言顿时变成了笑话。美国不但没有日落西山，反而大显身手，一举拔除了中国在西半球的一根软肋。现实狠狠打脸了以美论。以台湾为例，一些曾公开质疑美国不敢对委内瑞拉动武的名嘴，如前面提到的谢寒冰等，如今被网友们挖出旧言论群嘲一番。有网友讽刺道，那位大师信誓旦旦说美国不敢动手，结果巴掌声啪啪响，脸痛不痛啊？甚至出现了寒冰预言再度翻车的戏谑标签在社群媒体上流传。一时间，过去吹嘘美国衰弱无能的人纷纷噤声，生怕再被揪出来当反面教材。台湾舆论场上，这次事件引发的反思尤为深刻。此前某些亲中政治人物喜欢散播美国会出卖台湾的论调，而现在连部分原本对美持保留态度的人都开始改观。台湾知名媒体评论员詹玲宇直言，那些怀疑美国会不会管用的人，现在脸肿了没？他指出，马杜洛政权与中共关系密切，一直被视为北京在拉美的重要支点，但美军说打就打，说抓就抓，短时间内就把人给打包回美国受审。这种雷霆行动充分显示出美国作为全球强权的行动力，也意味着他对盟友和利益的承诺依然可信。反观中国，嘴上喊着大国崛起，可真到了关键时刻却救不了朋友，只能干瞪眼看着盟友倒台。现在的中国就像被剥光羽翼的秃鹰，只能在内部高喊国力强盛。詹玲宇以此形象比喻当前北京的处境。他进一步分析称，川普政府显然在执行一项高强度的拔钉抽桩策略，也就是逐步拔除中国多年在外围经营的支点。最近的国际新闻其实已露出端倪，中东的哈马斯武装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打击下元气大伤，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也因国内动荡和外部压力而困顿不堪，如今连拉美的顽固盟友马杜洛都被拔除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北京自诩的全球南方阵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一个个成员国如惊弓之鸟，生怕成为下一个目标。对台湾而言，这次事件无疑敲响了一记警钟，却不是美国靠不住，而恰恰相反，台湾舆论意识到，如果连远在南美的委内瑞拉，美国都愿意大动干戈插手，那对于地缘战略价值更高，且与美国正式结盟。事实上，有台湾关系法保障的台湾而言，美国怎可能袖手旁观？当然，台海问题要复杂得多，不是能直接类比委内瑞拉，但至少美国展现出的决心让台湾民众在心理上更笃定，关键时刻老大哥还是可靠的。正如有评论指出的，以美论已死，未来如果再有人鼓吹什么美国会抛弃台湾的论调，恐怕都很难再轻易取信于人了。随着马杜洛被押赴美国受审，据悉他将在纽约联邦法院出庭，面对毒品走私等多项指控。委内瑞拉国内开始了新的权力重组，按照川普宣示的计划，一个临时政府已在美洲国家组织 OAS 的协调下仓促成立。这个临时权力机构包括委内瑞拉反对派的主要领袖，以及部分愿意倒戈顺应形势的前执政党官员。在美军突袭之后，委内瑞拉国内并未爆发持久的军事对抗，马杜洛的失踪和被捕让支持他的军队群龙无首，多数将领选择停止抵抗，观望局势发展。事实上，委内瑞拉民众早已厌倦多年来的经济崩溃和高压统治。当他们得知马杜洛下台的消息时，许多人自发走上街头庆祝，高喊着感谢美国，甚至还出现民众撕毁马杜洛肖像、推倒前总统雕像的场面。加拉加斯街头仿佛过节般热闹，人们抱着彼此流泪，期待多年未见的新希望。然而，再专制的政权倒台后，都不可避免留下权力真空和社会震荡。委内瑞拉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未知数。临时政府承诺将在12个月内举行自由民主的大选，让国家走回正轨。但观察人士指出，委内瑞拉经历了长期的集权统治和经济崩溃，要在短期内实现稳定，谈何容易？首先，马杜洛虽倒，其残余势力和支持者可能潜伏伺机而动。扎维兹以来的玻利瓦尔革命在基层仍有一些拥趸，
一旦新政府表现不佳或社会动荡，他们可能聚众抗议，甚至引发治安问题。此外，军方虽暂时接受新秩序，但部分中下层军官对美国介入心有不满，也存在变数。对此，美军和周边盟国似乎已有准备。美国驻哥伦比亚使馆透露，必要时美方将提供安全协助，防止委内瑞拉陷入内乱。同时，一支多国维和警备部队正在酝酿进入委内瑞拉，以协助维护关键设施和治安，避免出现权力真空下的无政府状态。经济上，委内瑞拉面临重建难题，多年来的严重通货膨胀，高达数百万的币值崩溃，加上石油产业凋敝，基础建设老化，让这个国家一贫如洗。新政府虽得到了美国及西方承诺的紧急援助，但要恢复经济生机仍需时日。好消息是，随着马杜洛倒台，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的大门敞开，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吸引着西方石油公司伺机而动。短期内，如果政治局势稳定下来，恢复石油生产和出口将是救经济的当务之急。可以想见，在美国的撮合下，委内瑞拉有望重返全球石油市场，每天数十万桶的原油输出，不仅能为国内换取急需的外汇，也可能影响国际油价走势。对于长期缺油的盟友古巴来说，这却不斥为一大打击。哈瓦那政府过去仰赖加拉加斯的优惠石油，如今马杜洛不在，未来的委内瑞拉新当局几乎可以肯定会终止对古巴的慷慨供油。古巴经济本已困顿，这下更是雪上加霜。可以说，美国在委内瑞拉一击得手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波及的不仅是委内瑞拉自身，还包括周边多国和整个地缘政治版图。委内瑞拉变天的余波仍在扩散，而未来的剧本似乎正徐徐展开新的篇章。许多国际关系专家注意到，川普在讲话末尾透露的一句话意味深长，他警告说，希望那些依然庇护恐怖分子、侵害人权或充当我们对手马前卒的政权引以为戒。这番话虽未点名，但外界普遍解读是冲着伊朗和北韩等国去的，甚至也可能包括美洲另一个亲中左翼政权尼加拉瓜。难道美国接下来还有后续行动？美国国防部官员稍后对媒体否认，已制定进一步打击计划，强调目前重心在于稳定委内瑞拉局势。但华盛顿放话的威慑效果已在发酵，伊朗方面迅速谴责美国侵略委内瑞拉，但同时低调加强了本国重要设施的防卫。北韩官媒则痛批美国疯狂帝国主义，声称朝鲜绝不会成为第二个委内瑞拉。平壤显然想借此下阻美国。不过有分析指出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来频频出访与他国修好，或许也是不愿把自己推向被围剿的绝境。美国这次展示的行动力，让那些与中俄交好的小国领袖无不重新衡量自身处境，在与美国直接对抗和自保退让之间，他们会如何选择？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，委内瑞拉事件无疑是一个重大挫折，但两国也不会坐以待毙。有人将当前局势比作新冷战的冰点，又或者是一场霸权对决的新序幕。美国透过这次雷霆行动，重申了其全球警察的地位，而中俄则势必想方设法在别的领域找回平衡。例如，俄罗斯可能加大在乌克兰战场的投入，以求拿下一城来回应美国。中国则可能在台海或南海展示肌肉，向华府表明它也有红线，不容逾越。可以预见，未来一段时间国际舞台上的明争暗斗将更加激烈。就在委内瑞拉剧变后不久，北京和莫斯科加强了战略协调。有消息称，两国元首通了电话，商讨加速推进本币结算、扩大军事演习等合作，以共同对冲美国的压力。当然，也有人对美国此番强势出手表示担忧，他们害怕世界将陷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和地缘冲突。毕竟，历史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大国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成功案例，都可能种下下一个对抗的种子。今天美国能轻而易举捉走马杜洛，明天是否也会有人铤而走险对美国的重要人物下手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中，各方都在试探底线。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形容当前局面是刀尖上的跳舞。美国在炫耀武力的同时，其实也冒着迫使对手孤注一掷的风险，而中俄若被逼到墙角，也可能以非常规手段报复。未来局势将走向缓和，还是陷入更深的对立？
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。无论如何，委内瑞拉巨变已经载入史册，它标志着美国在西半球重新确立了门罗主义式的绝对主导权，也向全球宣示了美国回来了的讯号。同时，它也暴露出中国所谓全球伙伴网络的脆弱一面，让北京不得不面对战略收缩的现实。在加拉加斯灿烂的晨曦中，人们看见总统府上空飘扬的旗帜已经换成了新颜色。委内瑞拉人民期待着黎明后的新生，美国的决策者则忙于布局下一步棋。远方的北京与莫斯科或许仍在震惊之余思索对策。世界格局仿佛重新洗牌，未来是更加波谲云诡，还是会出现某种新的平衡？我们将拭目以待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历史的车轮在2026年伊始便轰然转动了一大下。这一刻过后，国际政治的天平已出现微妙的倾斜，一场新的较量也许才刚刚开始。